你好，这里是希望世界百闻纵横，我是辛吉。美中关税贸易战目前依然没有明显的降温迹象，尽管川普曾表示对中关税145%过高，也对外界明确表示习近平主动打来电话，美中双方已经在就关税问题进行接触，但中方对外依旧坚称没和美国谈关税。同时暗中已对美国生产的半导体产品降低了关税。华尔街金融大鳄埃克曼4月26号在 X 上发文，指出中国应有强烈的动机尽快达成贸易协议，否则高关税将导致企业加速将供应链转移至印度、越南、墨西哥或美国等其他国家。埃克曼表示，现在阻止降低关税的唯一原因是领导人害怕被认为示弱，但鉴于关税对经济造成的伤害，中美双方都有充分理由尽快将关税降至更合理的水准。他认为，若北京因自尊或情绪因素拒绝协商，将面临更严重且永久性的经济后果。他形容在这场谈判中，时间是美国的朋友，也是中国的敌人。那么中国现在情况如何呢？以中国房地产巨头荣盛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为例，4月27号，荣盛发布了2024年度报告。财报显示，它的亏损同比激增超过了2600%，高度反映了其自身的经济困境，也折射出了中国房地产市场急剧萎缩的严峻现实。荣盛发展在财报中坦言，公司正通过削减不必要支出等方式过苦日子、紧日子。从宏观层面看，房地产市场的持续低迷正在拖累中国经济增长。经济学家还警告，房地产行业若不能企稳，不仅会削弱经济复苏动能，还可能引发系统性的金融风险。这两天，一则惊人消息在网络上流传，多个 X 账号上都出现了同样的消息。4月26号，上海沪民党在纽约法拉盛缅街举行了声势浩大的游行，打出巨大的“上海独立”的横幅。他们高喊口号：“上海人不是中国人。”上海复兴，中共必亡。有的帖子还写道：“中国23个省、5个自治区、4个直辖市、2个特别行政区全部独立吧，打破中共独裁大一统。”有的还颇具幽默地说：“你听说过港独、台独、疆独、藏独，听说过沪独没有？”今年初刚刚被官方高调吹捧的国产 AI 模型 DeepSeek，随着各国使用者和调查员对它展开更深入调查，发现它并非像宣传的那样美好，甚至存在许多安全隐患和漏洞。因此，美国、加拿大、台湾、日本、韩国、意大利、澳大利亚、荷兰等多国政府和数百家公司纷纷禁止在政府机关和公司设备上使用。可悲的是，他近日还受到百度董事长李彦宏的吐槽。他在4月25号百度 AI 发展者大会上表示 ，DeepSeek 只能处理单一文本，还不能理解声音、图片、影音等多媒体内容。它更大的问题是慢和贵，同时幻觉率较高，很多场合不能放心使用。这还真有点相煎何太急的味道啊！随着中美贸易战愈演愈烈，日本企业在中国的工厂日子也不好过，业绩下滑，关闭工厂现象增多。日产汽车的湖北武汉工厂
将于2025财年内停产。据日本读卖新闻报道，日产汽车已决定退出中国湖北省武汉工厂的汽车生产。该基地曾是年产能30万辆的大型汽车基地，但受中国销售低迷影响，开工率下跌。截至今年3月，净利润亏损预计约52亿美元，出现史上最严重的亏损。该工厂将于2025财年内停产关闭。日产在日本的部分企业将转至美国生产。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4月26号与亚洲开发银行行长神田真人举行会晤，敦促亚开行逐步终止对中国的贷款支持。根据美国财政部发布的新闻稿，贝森特呼吁亚开行采取具体行动，推动中国逐步毕业，退出亚开行的借贷资格。此举反映出，在川普政府领导下，美国正重新审视中国在多边金融体系中的角色与影响力。这里是希望世界百闻纵横，感谢你的陪伴与思考，请订阅、分享并打开小铃铛，我们一起在动荡中坚守真相，在黑暗中点燃希望。